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我特别喜欢做饭跟烘焙。记得10几年前来美求学，那时候奖学金才1000多块钱，刚攒了2、3个月，我就花那个钱去买了一台厨师机。从此以后就在烘焙这个坑里面越陷越深啊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评测一下我用过的一些厨师机们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使用感受，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到底哪一款比较适合你。我就是随便一点，就是介绍一下我家里现有的这5台厨师机，其中3台是 KitchenAid， 还有1台是凯伍德，另外1台是我从国内海运过来的。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KitchenAid 的厨师机吧，它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，基本上家用家庭用的都是这个牌子的，在 Costco 啊感恩节的时候都会打折，所以说购买渠道非常的方便。这3台分别是小中大 3.5 quarter、5 quarter 和6 quarter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的打面缸的容量的大小。这个最小的我非常不推荐，因为它没有把手，没有把手的话抓的时候很不方便。这个5 quarter 的还挺好的，它不高不矮，可以直接在里面搅拌蛋糕灭火也没有问题。6 quarter 的也不错，它比较矮一点，然后口径比较大，用来搅拌灭糊也很不错。而且它底部它是那种升降式的嘛，它底部我可以在底下甚至给它水浴什么都可以，清洗也比较方便。这个是凯伍德的，凯伍德有一个不好，就是它那个桶比较高，搅拌蛋糕的话，蛋糕灭糊，尤其是蛋糕灭糊就不太方便，很难把它就是抄底给它搅拌均匀到。然后这个底部的设计它是这样，很容易有一些脏东西会卡在这里面，很难清洗，我都要拿那种特别小的刷子才能刷到。像这种6 quarter 它那个底就比较好清洁，这个5 quarter 的底也比较好清洁。这个呢是打蛋白的或者打奶油的，这个凯伍德它一共有18根线条，所以它打蛋白是非常效率高的，而且它整个的弧度做的比较大。KitchenAid 一般只有12根线条，所以说它打蛋白呢就是容易那个打面缸周围那一圈打不到，所以你打面的时候你需要有时候手动的帮助它一下。个人觉得打蛋白打奶油的话，凯伍德的打蛋器这个效率很高，因为它那个头比较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打面钩，这个是6 quarter 的，我觉得它这个形状做得很好，特别是打那个面包吐司面团的时候，5 quarter 这个就不行，面团很难勾在这个钩子上。这个是凯伍德的，它这个打面钩设计我个人觉得挺好的，尤其是上面这个圆圈，它可以把面团阻隔在下面，它不会越爬越高。然后这上面这个卡起来的东西也是可以把面团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团，不会打成那种圆柱形。这个呢是 K 奖，这个是最小的那个 3.5 quarter 的，这个是真的只有手那么大，除非你真的就是做给小朋友玩玩的。这个机器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不是很实用啊。然后这个是5 quarter 的，它一般来说做1份曲奇的话，1份量不是特别大的，200克左右黄油的都还是可以的。我当时还特意买了一个边上带硅胶的，可以直接刮的这种。反正大家一会儿我会打一个面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机器的功率对比了。6 quarter 的 K 奖也明显大1号，所以说我一般做大分量的曲奇，我都会用这个6 quarter，至少要用这个6 quarter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跟机器之间的区别啊，这个材料上的区别。你看这个 KitchenAid 它所有的打面钩 K 奖，它都是用铝或者是别的什么铝合金的材质，但这个凯伍德它明显就好多了，它的材质基本上都是不锈钢的。它这个 K 奖有500多克，明显比刚才 KitchenAid 大概有2、3倍，所以说它的打面或者说打曲奇的效率就高多了。这些厨师机一般来说它的容量越大，它的功率就越高，打蛋白啊打面的速度就越高，效率也越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特意把声音留着，因为这个噪音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因素，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。首先我们来看这台 Artisan 的迷你 3.5 quarter 的，它的功率只有250瓦，当你调到4档的时候，它转的实在是太慢了，真的什么都不能打。然后我们调到6档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慢，它只有调到10档你才能感觉到平时打蛋白做7分蛋糕打蛋白那个需要的转速。所以说这台机器你可以真的很可以增加你厨房的这个颜值啊，特别好看也特别小巧，但是它真的只能用来打淡奶油或者是打3、4个蛋白做一个7分蛋糕。它这样升降式抬头式的 KitchenAid 的厨师机主要有2种，一种是这样抬头式的，还有一种是上下式的。
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 quarter 的，它前面有一个锁的东西，你锁住了，你这个机器前面就不能抬头，然后打开你就可以抬头往里面加原料。这个功能在做蛋糕的时候尤其方便。它一共有10档，平时我这台机器用的挺多的，尤其是做7分蛋糕做蛋糕的时候，我一般是放在6档用来打蛋白，然后你可以放在10档用来做马卡龙啊什么的，速度也是够的。这台机器关键有一个什么不好呢？就是因为它是抬头式的，所以它不是一体的，打面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就是昂头，就跟磕头机一样的。所以为了证明这一点呢，我特意和了一个就平时做饺子或者做包子埋头的面团，不是特别硬也不是特别软。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机器它搅打时候的情况。这个面团我放了500克面粉，也就是平时大家做2条吐司的面粉量，然后我加了大概250克的水，所以说它这个面团是不是特别硬也不是特别软。我粗略的用手给它揉成一个团，缩短一下这个打面的时间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不同的机器它打面时候的动静啊。我们先用这台5 quarter 的，因为那个 3.5 quarter 迷你的我们就不考虑了，它完全不能打面。这个5 quarter 的我虽然把那个锁给锁住了，但是因为它这样不是一体的，所以一点点的震动它就会把那个锁给自己给解锁了，然后它就开始抬头。然后更恐怖的是，如果你的面团含水量比较低的话，就是比较硬的话，它就开始这样，你看到它那个头抬了吗？然后它边抬底部还会不断的往前走，然后有一次它就会直接掉到地下去了，就特别的危险。所以说大家如果用这台机器来揉面的话，如果你揉500克的面粉，一定要防止它掉到地上去，或者你直接放在地上揉。所以说这台机器它的功率只有325瓦，它用来揉500克的面粉，你看到它没？它会直接就这样揉了，揉成一个这样像长的形状，那这样的面筋揉出来肯定也就不均匀了。所以说你做1条吐司还行，你要做2条吐司的话，这台机器真的够呛，它一直往前磕，它就会磕到地上去了，真的一点不骗你。我这台机器现在基本上是完全不用来打面了，只用它来打蛋白或者打蛋奶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经常你打面打久了以后，它那个打面缸啊很难从底下取下来，就是我最近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拽不下来，你有时候我都要用那个橡皮的那种榔头给它敲2下才能震动下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6 quarter，它这种升降式的，个人觉得升降式的完全没有抬头式的方便，尤其是往里面加材料的时候。我们看一下它打面的情况，我们把刚才稍微打的稍微光滑一点的面团放在这个6 quarter 里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打面情况。这个6 quarter 的做2条吐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把它放在低档，你看到没？低档打的就挺好的了。我一般就是打面就放在2档到4档就足够了，2档大概是中速左右，4档的话一般就算是打面包的高速了。它就可以把面团很好的勾在上面，然后很均匀的去碾压这个面团。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做2条吐司的话，买这个6 quarter 的话是非常好的。你要是平时做的面包比较多，我个人建议你是一定要买这个6 quarter 的，它的功率有575瓦。那个325瓦的话，你做吐司它揉着就特别烫。其实这台机器6 quarter 的它也会烫，但是相对来说会好一点。看到没有？它那个面团在底下是基本上是成团的，然后现在是25度，它那个马达上的温度是25度，我把它调成中速，大概4档左右，让它打一会儿，打了2-3分钟，我一会儿给大家测一下那个温度。它这台机器的马达升温还是蛮快的，我有时候做那种含水量特别低的吐司啊，它就特别烫，我就不断的给它换那个冰毛巾，给它降温才行。你看现在才打了1-2分钟，它就28度、29度了，它就往上升了。所以说这台机器呢，做面包做吐司还是可以的，我还是比较推荐的。它打了一会儿，它这面团就非常光滑了。但是也就是到顶也就2条吐司的量吧，如果你再做3条或4条吐司它就不行了，那个马达就可能会烧掉或者怎么样的，我也没做过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凯伍德的这台机器。这台机器呢，市面上不太常见，我是在 Costco 的网站上去年买的。它的功率是800瓦左右，是比较大的。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它这个抬头以后你要把它降下来啊，你需要2只手来操作。
有时候都很难，一只手根本搞不定。你这样拽的话，它按理说应该降下来，但是它需要另外一只手把它抬起来，这边才能降下来。有时候你做蛋糕，左手拿的东西，右手又要给它降下来，就特别的崩溃。但是它打面包、打吐司的效率是特别高的，这个打面钩的设计也非常好。所以说，如果你非常喜欢做面包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推荐这台机器的。因为你毕竟这个抬头的问题呢，你做面包，你东西加进去你就开始和面了嘛，你要不要一直抬头给它加东西，你最多也就检查几次面团的状态。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。我一般来说打吐司，你放到3档就足够了，它的转速还是挺快的，而且它底盘比较稳，也不会存在边打边移动的问题。它的打面真的是挺均匀的，这个打面钩的设计特别好，打了一会儿，这个马达也没有升温，基本上就稍微变了一点点，比刚才 KitchenAid 的好多了。它上面也可以跟 KitchenAid 的一样，可以加各种压面的呀，各种配件。我目前还没买过，不知道好不好用。我有好多 KitchenAid 的配件，回头也给大家发个 review 可以。你看我打了一会儿，这个温度一直没上升。这台机器因为它功率大嘛，它打面肯定是挺好的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特别喜欢做面包、做包子、馒头的话，我还是挺推荐这款机器的。它有800瓦左右，对，一共有800瓦。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，除了刚才那个抬头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打面缸的底部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？可能因为卡得比较紧，它里面就是脏的话就特别难洗，我都要拿那种小的刷子进去刷。然后这个底部也是的，一袋滴的东西在里面的话，也是比较难清洁的，因为它是像一块塑料板一样的，中间周围都有缝隙。然后最烦的就是这个抬头的问题了，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崩溃。这一台机器是我从国内海运过来的，我当时一起运过来的，还有它的风炉跟发酵箱都挺好用的。它这个呢，就是有一个不好，就是打面缸它不能卸下来的，可能商业的这种接近商业的都是这样，不能卸下来，你得用布进去插。它打面的效率很高，一次性可以做好多条吐司，只有快档，只有就是开始跟停止这2档，没有给你调速度啊什么的，因为它可能比较就是用来打面的嘛。但是这个就是你买过来，你需要在家里重新接电源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今天因为我们家电源在车库，所以我就没办法把这个移过去再接上这个电源，因为最近我也没有时间做这么大的量，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机器怎么说呢？做面包啊，其实还是要用这种功率比较大的机器，一次性做出来很多条，然后很有成就感。反正这也是给大家看一下，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有些朋友做私房啊什么的，不妨可以考虑一下。当然了，中间我还用过一些其他杂牌的，像 Sunbeam 那种厨师机，它是上面的头不动，下面的打面缸在转。我当时觉得很好奇，我就买回来用了一下，其实发现不是很好用，我就送给朋友了。所以基本上总结下来就是那个最小的 mini 的 3.5 quarter 的，你就真的不要买了，除非你就完全是用来做一个摆饰，给厨房装饰一下，偶尔做一个7分蛋糕的，那你可以买回来愉悦一下心情。如果你比较喜欢做蛋糕的话，那我还是非常推荐买那款5 quarter 的，因为它价钱也比较合理，而且抬头式的设计非常适合往里面加原料啊、检查状态啊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如果你要喜欢做吐司啊什么的，我就比较推荐最起码要买6 quarter 的，它的功率一定要500到600瓦左右，这样的话你才能打吐司。一个300瓦、400瓦左右的机器是很难可以做好，就是打吐司它都会发热。所以说一定要买至少500瓦左右的，用来做面包。然后凯伍德的话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Costco 的网站上，它经常会有货，然后你可以买回来做面包。如果你不介意它那个经常抬头啊，你要卡死那个问题的话，其实也没事，因为你做面包毕竟也就加了原料就和一下，检查一下膜也是很方便的。所以那台机器我还是比较推荐的。我下一台非常想买的，在我的那个 waiting list 里面是 KitchenAid， 它有一款商业版的，有 1.2 的 horsepower， 8.5 quarter， 据说是功率很大，我想买回来试一下，到时候我也给大家继续发 review。好啦。那今天我们就 review 到这里。我是毛毛，非常喜欢做饭、做美食跟烘焙。我以后也会定期给大家 review 各种厨房用具、烘焙用具、戚风烤盘等等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就关注我的频道，然后我会定期更新。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